上一周美股大跌，纳斯达克100指数周 K 线跌了3.09%。那么股民们是不是应该逃顶减仓避险了呢？大空头 Michael Burry 用真金白银做空 AI 股，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上做空美股呢？今天的视频就讲一下我的一些看法。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Zack 学美股。上一周美股大跌，我们看大盘的话，纳斯达克100连续下跌。如果看周线的话，上一周跌了3.09%，标普500跌了1.63%，稍微好一点。看日线的话，也是连续下跌。而且这次又赶上 Michael Burry 这个大空头，又用真金白银去做空了 AI 相关的股票。这位 Michael Burry 就是这位老兄，是很有名的。他是前几年的一个电影的 Big Short 大空头的原型。他在2007年、08年的时候，次贷危机的时候，因为做空房地产股票，所以大赚了一笔。好像是一共赚了7亿多美金，非常厉害。那么这次 Michael Burry 做空美股，尤其是 AI 股，是因为他的基金提供给美国政府的文件里边有提到他的仓位，其中最大的2个仓位，一个是 Palantir 的看空期权，一个是英伟达的看空期权。这个 Palantir 是相当于500万股的看空期权，然后这个英伟达是相当于100万股，所以这个两只股的名义价值差不多有10亿美金。上星期的美股大跌，尤其是科技股，像英伟达、Palantir 也都大跌，不知道是不是和 Michael Burry 的这个文件爆出来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连这种著名的大空头都在做空美股，我们是不是就要跟上呢？是不是已经现在非常危机了呢？我在网上搜 Michael Burry 名字的时候，排在比较靠前的一个 Reddit 的帖子，我看了以后不禁哑然失笑。这个帖子是问哪个预言是有以前可验证的记录的，正确记录的。第一个回答是 Michael Burry Big Short fame has a proven track record. It has correctly predicted 24 of the last 3 bad markets since 2000. 也就是 Michael Burry 是有验证记录的，他从2000年以来3次熊市，他正确的预期了24次。也就是说，他是一直在唱空，想做空，一直在宣传自己做空，一共3次 buy market， 他说了20多次，这24次未必是真的数，但至少是他一直做空，一直在说他做空，总能碰上几次吧。实际上他本人的业绩，除了07年、08年做空房地产碰上了次贷危机大赚了以后，后来其实并没有太好的 track record， 他前几年包括今年好像都有做空英伟达，但是英伟达这几年涨得这么高，他做空的那些仓好像听说是赔了，然后平仓了，所以并不是有特别好的 track record 说明他做空的时候或者唱空的时候就真的实现了。这个是他2023年1月份的时候发的一个 Twitter 帖子，写的这就是 sell 一个字儿。这个就是刚好我开始做美股的时间，2023年初的时候，还好我没有听他的，没有 sell， 也没有听他的上来先去做空，不然我到现在美股涨了这么多，我自己的仓位，第一期节目就有讲，差不多2年翻倍。如果听他的不做或者做空，现在不得后悔死了。除了他，其实网上也有好多人在很多时间去告诉大家危机快来了，马上就要崩盘了，赶紧要做空啊。其实网上有文章统计过，
这些预言家们、经济学者，他们做出的这种判断，不光是说做空，也包括做多了，就是他们的这种对股市的判断，正确率是多少？只有47%，这就和扔硬币差别不大，甚至还不如扔硬币呢。其中也会有不少有名的人，像这个 GMOLC 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也是应该投资相关的吧，它的正确率48%。Jim Cramer 这个是有名的，是电视台的 Superstar 财经方面 Superstar， 但是他的预言正确率只有47%。这个 Forbes 的专栏作家38%，这个是35%。高盛的分析师才预测成功率才35%。网上会有很多专家学者、财经学家、金融学家，时不时的就会发出这种警告。我过去这2年做美股投资的一个最大的心得就是，不要听他们这么去说。你如果全都听他们，你就吓得自己什么都不敢做了。既然这些预测的准确性并不高，和抛硬币差不了太多，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经常的就会说做空股市马上就要崩盘了吧，已经到高点了吧？这些做空的声音会多过那些做多的声音，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像 Michael Burry， 他肯定比我们聪明，然后他的信息也比我们多，经验也比我们多，他难道不知道他自己这么多年做出那么多次的做空的预测其实并不准吗？他一定知道。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宣传做空呢？第一，我觉得就是说做空，如果猜对了的话，那显得非常牛叉，对吧？你去说做多，猜对了，说对了，没什么大不了，因为股市70%-80%的时间它都是上涨的，只有20%的时间是下跌的。那你猜对了那20%的，那显得你多牛叉呀！大部分人只会记住那些猜对了做空的消息，没猜对的那些大家也就不了了之，回头就忘了。所以你猜对一次能记一辈子，就像 Michael Burry 这种，已经那么多年前猜对一次，而且赚了很多钱，大家记他一辈子。再一个原因，我是觉得他们虽然那么说，但我们不知道那么说背后的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像这次 Michael Burry 他做空这2个股，网上会有很多人说他花10亿美金去做空，实际上他并没有真金白银花10亿美金。披露的这个文件只是说这2个股票名义价值差不多有10亿美金，但是他做空的方法是买的看跌期权。这个买看跌期权和实际的股票正股那个价值差太远了，也可能就几百万美金而已，所以他投入的本钱也并不是那么大。那么他放出这些消息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也许他是想造成一些恐慌，真的下跌了，然后他好平仓，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在网上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不知底细，我觉得就忽略就好。我从开始学美股投资就听说一句话：看空不做空。这几年也慢慢理解了这个道理，因为做空难度是非常大的。其中最困难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你没办法猜准它下跌的那个时间点。其实笼统的说，美股到顶了，后面会下跌了，这个并没有什么意义。难的是你得准确预测它什么时候见顶，什么时候开始下跌。不然我现在也可以说，美股早晚会下跌，甚至跌30%、50%，这句话一定是对的，因为我没说什么时候它下跌，也许3年以后、5年以后，早晚会有一次经济危机，早晚会有一次熊市。只要我不说时间，那我就说对了。但是困难的是，它什么时候见顶？真正对我们有用的那种做空的预警是，肯定下个月就下跌，这个才有用。如果说3年以后下跌，这个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其实我本人也去做空过，在我刚开始学的时候，
当然，我做空没有那么大胆的去融资融券去裸卖，而是比较稳妥的买了这个3倍做空纳指的 ETF， 差不多在2023年5月份的时候，也就是我开始学没多久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最后扛不住，只好就忍痛赔本也要卖了。之所以会去做空，是感觉那个时候纳指也涨得挺高的了，觉得会有下跌的时候，但问题就是我猜不准这个时间点。我在这个时间做空，如果在这个时间做空，那就猜对了。这个时间点买，这个时间点卖出，那不就是做空赚钱了？但我没有猜对这个时间点，哪一段时间是精确的你能做空的那个时间段。新手嘛，都是手痒，总要试试各种各样的东西。看空容易，判断对看空的那个时间段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做对了，判断对了那个时间的窗口，那基本上也就是运气。再一个不能做空的原因是，做空损失是没有上限的。做多的话，我们买一个股，哪怕这个公司倒闭了，它也就是最多跌到0，你损失的也就是你买股票的这些钱。但是做空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融资融券，你去跟券商借的这个股票卖出，希望跌了以后你再买回来。但问题是，如果它没跌，暴涨1倍2倍的时候怎么办？你的保证金就不足以支付涨了1倍2倍以后的那个股价了。这个时候你的券商就会给你一个 margin call， 强制平仓。理论上股票有可能涨几十倍上百倍，理论上是可以上升无限的。那做空的人的亏损也就是没有上限的，这个太危险了。再一个，做空是和整个世界，是和过去这100年作对，是 against the market。这时候就可以再看一下第1期里边就放出的那张图。过去上百年，美国股市都是一直上升的，其中70%-80%的时间都是牛市，只有20%多一点的时间是熊市。所以你做空，在概率上你只能猜对20%-30%。所以为什么要不去猜那70%-80%的正确，要去挑那20%-30%呢？除非你技术特别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投资为主的做美股的人该怎么做呢？我目前是觉得，股票下跌的时候你就买一点，这是最好的策略。当然前提是这得是一个好的股票，你要做它的基本面分析，就像我前面视频讲的怎么去选股，确定它是一个好的股票，股价下跌或者是暴跌的时候去买一点。我们看纳斯达克100指数，其实这次下跌有很多原因，其实是为了补偿上个星期的这个连续跳空上涨，这个涨得有点太猛了。这种跳空经常需要回补缺口，而且我们看上礼拜五走成了一个长长下影线的 K 线，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 bullish 信号。当然这不是100%了，它横盘或者下跌的可能性都有，只是这样一个长下影线，它是一个概率上有可能会回弹的这么一个信号。指数走好不一定意味着所有的股都能走好，现在还是比较两极分化的，走得好的股都是那些头部的，有很多小盘股可能并不是太好。在7巨头里边，我觉得现在有2个是价格比较低估的，一个是我这几天谈了好几次的 Meta， 它和大盘一样走了一个长长下影线，这也是一个 bullish 的信号。当然也有可能它在这个区间再盘整几天以后再上升，甚至再下降也都有可能。如果要稳妥一点的话，也许可以等这个5天均线走平甚至拐头，然后 K 线站上5天均线以后再入场。如果比较激进的，现在其实也是一个考虑的入场点。而且 Meta 现在的价格离它的估值我觉得已经有一点低于估值了。
这个是我用 DCF 方法算的 Meta 的估值，乐观的估值差不多800多美金，哪怕是极为保守的估值也差不多有500，所以现在的股价621已经是高于这个中位数，所以我觉得目前是已经价格有一点低估了。另外一个我觉得价格可能低估的是英伟达，它也是走了一个长下影线的这么一个 bullish 的信号，而且过去这几个月有很长时间的筹码交换区，所以这里应该有一个比较强的 support， 虽然不能100%肯定，但是往上升的概率、回弹的概率毕竟还是大一点。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估值，无论是保守的估值还是乐观的估值，英伟达目前的价格都偏低了，都是低估的。七巨头里边的其他的就还好，像亚马逊 OK 也是走了一个长下影线，但是亚马逊的估值，我觉得现在的价格刚好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它的乐观估值有300多，如果保守的话就是194，所以刚好中线差不多就是现在的股价。七巨头里的像 Google， 我觉得无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去估值，它现在都比较高估了。微软也是，无论你乐观的看还是保守的看，它现在都有一点高估。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看法，这个完全谈不上是什么投资建议，只是我觉得目前的价格离估值有多大差距。总体上来说，在股价下跌、大盘也下跌的时候，作为一个投资角度为主的做美股的人，其实应该高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在选择了正确的股票的基础上，它下跌你就多买一点，再下跌再多买一点，这个是最好的策略。希望下一周能反弹回升。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祝观众朋友们都能在美股里面多多赚钱。谢谢收看，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转发、评论，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